那本期呢，我们就来走进健身行业，会有请岗岗来介绍一下这个行业到底赚不赚钱，普通人怎么样成为一名职业的健身团课教练，以及健身行业是不是就是吃年轻饭呢？当然啦，也会给我们上班族一些这种减脂增肌的小妙招。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好，我是阿修。大家好，我是月月。Hello， 大家好，我是岗岗。目前呢是作为一名健身俱乐部的团课教练，然后今天也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认识岗岗啊，就是因为上团课，然后当时呢在选团课的时候嘛，就是那个页面里面也会有很多老师很个性化的一些介绍啊，然后会说自己可能有一些是之前的履历，或者说自己擅长什么。然后岗岗老师就写了是一个这个医学生，然后是个斜杠青年，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我，感觉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播客的这个人选。对，然后也是。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播客议了一把，主动去问了岗岗老师，哎呀，能不能来聊一聊呀？然后岗岗老师也特别好啊。然后我们其实也比较好奇，为什么一个医学生，然后现在来全职做健身团课教练呢？当时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选择？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有在学习跳舞，上了大学之后，在自己锻炼的同时，一个偶然的契机，当时在俱乐部的时候，有一个培训师来到我们那个俱乐部，然后当时上完他的课程之后，他走下来会问我说：“看你跳得很不错，有没有考虑来做这个斜杠的健身教练？”然后当时我也是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试一试。”然后我就当时就迈出了这一步，因为自己之前有过一些基础嘛，所以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然后后来就考到了这个教练的认证，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斜杠教练的生活。其实我在毕业之前，我们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实习的，然后在这段实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发现自己可能对于这个目前自己本专业的内容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把它作为一个长久的职业来说的话，觉得可能还是不是自己兴趣所在。然后因为在健身教练这边，然后也尝试了很久，也做了一些功课，觉得说要不要试一下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的擅长的，然后于是我就选择了做到这个健身团课教练。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很多，因为毕竟大家会觉得说你已经学了这个5年，然后你把它放弃掉，去到另一个行业，会不会对你自身这个之前的内容啊，会不会觉得可惜？然后我当时也是犹豫了很久，但是说我还是觉得，可能说自己做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事儿，可能更有动力一点吧。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其实这个教练这个行业和我自己从事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医生，也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其实都是为了帮助别人。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其实是能够获得一些职业上的一些更好的反馈，一些体验感。所以我觉得转换了这个角色。家人当时听到你说要去选择健身教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就有没有非常强烈的阻挠？肯定的，就是家里是相当反对的，然后也是跟父母吵过好多次为这个事儿。后来就是慢慢给他们解释吧，就是为什么想去做这个，因为他们其实对于这个行业也不是很了解，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内容，以及我自己这个的兴趣所在，把我自己的想法真实的告诉他们。后来随着慢慢的一些，包括去参加一些比赛啊，然后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能家里现在慢慢也是接受了。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个这个共识，就是觉得有很多人这种转行业都是因为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职业，然后我们也会好奇会不会真的开心，因为之前就是不是全职的工作，可能这个感受不太一样。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还开心吗？还有热情吗？其实这个就是刚开始转成那个从把爱好当成工作的时候是非常开
开心的，在最开始那个阶段，因为就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包括你可以在自己的喜欢上的事情当中，然后通过努力，然后获得一些成绩的时候，你会更有一个正向的反馈，然后自己会不断的激励自己，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动力。但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有一些厌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如果长时间上课的话，然后就会感觉到挺枯燥的，挺乏累的，然后也会慢慢失去这个自己的之前的一些兴趣的点。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调整。可能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喜欢那个事儿又回来了，就是你再去做，就会随时都会有一种重新开始的那种喜欢的感觉。哦，就跟我们上班其实差不多，就是上着上着啊。对。那像你带这种团课，就是你的这些舞蹈是自己，就是全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编的，对不对？不是，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固定的套路的，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管它叫做套路，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编排，然后会给到你们，给到我们教练，然后我们教练备课，然后去上，大概每3个月会更新一次所有的歌曲和内容。但是你可以在里面有一些自己的风格的发挥，对吗？对，是的。明白了。所以不然想一想，确实感觉也挺枯燥的哦。就是对，肯定是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喜欢热情，然后才能够坚持下来。是的。那听下来感觉港港就是从最一开始大学，然后到现在也有好像6、7年的时间了，是吧？对。那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就关于这个行业本身啊，就是这几年可能你都有自己一些这个比较真实的职业的这种经历，那它发展的趋势怎么样？然后以及这种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到底赚不赚钱呢？好的。目前来说，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向好的一个趋势。国家也有些政策，就是鼓励大家我们要去动起来，要去强化自己的身体。然后第二个就是随着大众的一些认知吧，都是会越来越发现更加的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无论是从日常的饮食啊，还有一些我们运动啊，包括尤其是因为这个疫情嘛，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免疫力呀这些会有更多的一些关注，所以随着大众这个意识，我觉得整个行业的趋势是越来越好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到这个健身教练赚钱嘛，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吧，可能你在最开始来到这个行业，如果你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啊、储备啊也不是很高，然后你的证书或者你的上课能力也不是很强，那你跟一些在这个行业打拼了很多年的，肯定你的心思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健身教练就是他起码能让你吃饱饭，我觉得是这样的。明白。但其实我们身边人现在健身的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我们部门好像基本上大部分人就是1周可能也都会有个3次左右的一个健身，就有一些可能也是会上团课，然后有一些是请私教。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行业，我们想做这个话题也是发现身边很多人现在都是在健身，那么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职业，就是我们还是想多聊一聊这些方面的内容。对，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像我的同事也有喜欢跳舞的呀，然后有喜欢这种撸铁，就能看到自己比较实实在在的改变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太有热情了，就午休我们一共也没多长时间，可能我有见过大家发朋友圈，然后周末也都是去上各种各样的，就是去俱乐部里面赶好几个甚至对，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是不是这行业现在也都还挺赚钱的，挺景气的，对至少而且就是有些人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然后可以再聊聊这个赚钱的事儿啊，因为就是刚才刚刚也说了这个有些可能比较偏小白，刚开始就不太赚钱，然后这种经验比较多的会赚钱，那这是不是就跟他的这个薪资的构成有关系？就是有底薪吗？对，就是和你的课时费是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教练是分星级的，你不同的星级，然后你对应的课时费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这个星级的评定，就是根据你的一些上课的表现啊，以及你的数据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课程的约课的满坑率啊，还有一些你的这个留存情况，这些挂钩的，然后构成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课程的一个课时费，然后你有不同的星级，然后会给对应的不同的课时费。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可能上大学开始就有考一些证，那是不是这些证也会有帮助？证是你的一个入门的门槛，就是你必须有证，你才能去成为这个健身教练。明白。那会不会有一些证书考完之后就会提升你的这个星级啊？在团课这边，就是你比如说，因为团课这边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嘛，比如说有舞蹈类的、训练类的，那训练类的也有很多，比如说练习上肢的、练习下肢的、练习核心的，就它每一个课程是一个不同的认证。你考的话，你是考这一门课程的认证。那如果你课程多的话，你就可以上很多种类型的课程。那比如说你同时就可以上好几节课程，是按这样的。哦，我明白。所以说就是你的这个认证越多，然后你能上课的种类就会越多，它其实也是对你的这个数据是有价值，对吧？就是它其实也是会有帮助的。对，是的。对，是的。在这里其实我上过这种团课嘛，我真的一天上1节，然后我上过2节就感觉不行了，我要趴下了，回家就立马得躺下然后我就觉得老师们怎么能一直这么有热情，就感觉也挺辛苦的，因为有些老师他上1节课也是全身都是汗，然后需要去换一身衣服，就想问一问，就你觉得这个行业累不累，辛不辛苦？对，而且是不是还要不同的门店之间会有一些要去另外一个门店这种？对，跑来跑去啊，会有这种辛苦的点吗？对，我们现在目前上课的话，就是基本上晚上就是2节课，基本上都在同一个门店，就是不涉及，就是上完这节门店，然后再去别的门店上课。大部分教练是这样的，但也有一部分就是比较辛苦的教练，比较卷的教练，可能去这边上完了之后，还要跑到另一家店去上课。然后大部分都是在一家店面，在这一天就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是晚上完成这个课程，或者是中午2节课1节课完成就可以了。然后当然我们一周的话，可能要去到不同的门店，比如说今天是在这家，明天是在这家。这个每个门店是不一样的，然后但是基本上同一天的话，就同一个时间段是在一个门店的。然后关于到这个课程强度，其实刚开始大家上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累，但是你不断的上，当然把我们的心肺功能提升上来，其实强度的话，对于教练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但如果其实相对于其他工作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体力活儿，就是因为你是团课，我们的团课教练是需要全程在台上展示的，所以其实他在这一堂课当中，会员消耗了多少，他也要消耗多少，就是他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体力活儿。但是随着你不断的练习啊，可能你的心肺功能要比会员好了，那你可能上1节课你不会感觉到那么累。那我们可以就是让刚刚给咱介绍介绍这个健身教练的一天是怎么样的，就从早上然后到晚上，基本上你都是怎么去排的，然后你的整个一个时间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间就是大家下班的时间嘛，所以跟大家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是错开的。你像我们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在门店里我们就只有需要上课的时候提前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像我的一天基本上就是早上大概8、9点钟，9点钟有时候。就是晚的时候可能会睡到10点，就起床，然后起床完了之后，然后简单的收拾一下，吃个早饭。上午的时候有可能会去训练，因为我们自己平时也会撸一点铁。如果不训练的话，就在家里整理整理，然后收拾收拾。一般中午的话就会有课程，然后就去上课。那上完课之后，然后回来我们再来回到家吃午饭，吃午饭完了之后会午休一会儿，然后下午的时候
然后一般我会在下午的时候需要备课，因为我的课程都是舞蹈类型的课程，还有一些瑜伽类型的课程，我需要背一下我的课程，然后整一下音乐，然后还会因为我还涉及到了一些运营相关的，可能就是会要处理一下一些课程数据啊，排课啊各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和店长对接的一些工作。然后完成之后，然后也是休息一会儿，然后就去上晚上的课程。那大概晚上的课程结束之后，大概8点半吧，到家的话，差不多9点，然后收拾收拾，然后就睡觉，就大概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确实跟咱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挺幸福的。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幸福的就是每天早上可以睡懒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我刚刚本来就想问，就是你平时除了带团课之外，还会不会自己也健身？然后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你自己也是需要有做一些就是力量训练来保持自己的这个体能一直都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团课的内容大部分是偏向有氧的，就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啊，然后达到减脂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保持一个更好的身材的话，也需要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然后所以我们也会抽时间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所以健身教练第二个好处就是自己平时也要有运动，所以就强迫自己就是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强壮比较好的一个体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优点吧，虽然可能去训练会辛苦一些。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刚才港港说那个大伙儿都要学套路嘛，就比如说他有新的套路，这些是不是也有专门的人他会负责更新这个套路，就编各种舞蹈，编各种动作，然后还会有那种你们怎么学呢？是大伙儿所有老师一起集体培训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会有课程的编排师，然后还会有教练的内训师。其实我也是这2个角色，我也有在做，就包括课程的创编。那你像我现在带的一门课程，一门舞蹈课程，就是我们也是会3个月更新一次套路呢。我会平时如果遇到喜欢的歌，然后我也会进行动作上的创编。那创编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统一的拍摄。拍摄完成之后，这个视频就会在套路更新之前提前发放到每个教练那里，然后教练们通过这个视频，然后来进行自己的备课学习。因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剧本嘛，在这个视频里会包括了音乐啊和动作呀，具体会告诉你怎么做。然后当教练们拿到这个就开始备课，备完课之后，一般我们在各个城市都会有教练的内训师内训师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教练成长，然后我们会有定期的教练内训，然后通过这样内训的形式，包括帮助大家统一这个动作技术啊，然后解决大家对于这个新套路的问题，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然后把大家的课程内容统一好了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次的更新，然后大家各个教练们再去给到会员们去上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是吧？对哦，而且因为这里因为我们就不方便说具体什么俱乐部因为这俱乐部也比较连锁比较大，然后所以是很多人其实他是从网上就看视频，其实就能学一下，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对吧？你是说那个教练他学习这个是吧？对对对。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套路视频不是对外的，就是它只能是教练那个对内看到的。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机构可能会这样，我觉得可能比较小一些的那种门店，它有可能就是会这种就让人学一学，然后学一些这种课程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就是比较大的这种，你比较难把所有的教练都放到一起培训，是吧？所以就是还是比较流程化的，对，就很规范 ，SOP 的，对，是的，是的。好呀，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跟港港主要聊的是这个团课教练，然后其实教练也有不同的类型嘛，你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介绍吗？就是健身教练里面主要就是两大类型吧，一个就是私人教练，就是私教我们简称。私教的上课形式呢，就是它是1对1的。那当然，它完成的主要目标就是会员想要达到一个减脂啊、增肌啊，然后这种
类型的教练，然后第二种类型的就是团课教练。团课教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对多的那么团课教练里它的种类就比较多了你像有舞蹈类型的课程啊，还有训练类型的课程啊，以及瑜伽类型的课程啊，都会有一些团课类型的教练。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不是分职级，你们是分刚刚你提到这种星级等级。我们等级对，但所以说这个等级跟你的种类也没有关系，对吧？你不同的这个类型的教练，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标准，然后薪资也是完全不同的嘛，就是会有薪资是根据你的星级来的，就是私教是一部分，然后团课是一部分。明白了，也可以同时做私教和团课教练，对吗？对，可以的。就是如果你做私教，那你就走私教那边的薪酬体系；如果你做团课的教练，你就走团课教练这边的薪酬体系。所以健身教练的行业也属于是多劳多得的行业。对，基本上是的。就是如果你想去争取更多的课是可以的，并不是说他给你派发多少你就必须要上这么多，你是可以去争取更多的。上课的话，你像我们团课教练这边你的时间其实相对来说是自由，因为其实我们团课教练很多是斜杠青年嘛，所以就是通过协调你的时间，然后你自己如果想在这个上面多上点课，那你就多接点课，然后如果你比较忙，那你就少接点课。明白，就像我现在在的那个健身房，就是上次我那个健身教练还跟我吐槽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小朋友，新来的小朋友特别卷，说每天基本上就是可能别人上不完的课他都会接，然后只要他有时间就会接，而且他下了班之后会主动在门店里面直播，就抖音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直播什么的，去带着别人去上课，就是说特别卷。所以我就一想，就是他们这个行业还是就确实是可以多劳多得的，就不像是我们普通上班族，可能你想去多赚钱，但是你是没有这个，你除了晋升之外你是没有路径的。但是像这个行业，可能就是你如果想做勤奋，想拿到更多的薪酬，是有这个路径可选的。是的，如果你想挣到更多，你可以上更多的课。那我这里也比较好奇啊，因为像那种私教的话，他可能就是需要有更多的学生然后更多的来上他的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种比如偏销售层面的压力？那可能团课教练也会有这种类似的销售压力吗？你们需要销售吗？对呀，我们在我们的俱乐部其实这种销售业绩没有，就是没有这种压力的，就是我们的课程啊不会跟我们的课时费各方面的不会跟我们的销售业绩挂钩的。团课教练这边是这样的，私教那边我不太了解。就是两个体系。那比如说就像那个有一些学生的上课率，然后还有什么好评率，是不是也会有影响？你会去经营这些吗？指标？对，我们这边的指标主要是你的那个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课量是你的一个指标，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满坑率，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新人留存率，就是一些新会员你能不能留住他。这些是跟你的星级挂钩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些数据好，那你的星级就会越来越高，然后你相对应的课时费就会越来越高。就是用数据说话，还是这种？哎，那我刚刚又想到一个点，那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约了可能有比如说10个20个人，但是如果当天就刚刚比如说下雨啊，或者是有这种天气上的，就来了就是可能1、2个、2、3个，像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课时的费用吗？你的薪资吗？这课就会取消掉，会取消是吗？对，会取消，不够4个人就会取消掉。对，那这个会影响你吗？比如说你这个课没有约满，然后会给你扣分啥的？不会扣分，就是你取消了你这节课，你就没有课时费啦。好呀，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一聊啊，就是可能有一些非常喜欢健身或者跳舞的这种上班族，也会有一点小小的考虑过，哎呀，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教练？或者是自己平时从这种兼职开始的，然后做一些尝试。那你觉得需要做什么准备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首先你自己需要有一个健身的习惯，就不说你自己练到多好吧，但是我觉得前提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如果你真的想从事，我建议你可以先办一张卡，然后来自己先练一练。然后上一上其他的课程那你像我们团课这边会有相应的培训，就是你参加完对应的培训，你可以去上这样的课程。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感兴趣，还是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先来了解，了解完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真的喜欢且合适做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去尝试参加一个培训，然后来看看自己能不能做这个行业。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体系化的培训，还是需要去有专业的这种教学的过程之后才可以去当包括兼职也是需要满足这个培训过的这个要求吗？对，就是你像我们团课这边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拿了这个认证，你才可以来参加面试上架。哦，那就不是说，哎，我练得特好，我现在有这个8块腹肌，然后给人家看一下。那你不一定会教呀。对哦，对，你自己练得好，你不一定会教，因为我们这个培训的时候，他会就告诉你你需要怎样去教，然后以及你需要怎样去做。明白。所以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你的这个认证的这个资质的，就要考的这个证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它不分等级，对，都是一样的。然后你有这个资质之后，你就等于是有一个门槛，然后你才能去接课。然后这个兼职跟全职只是说你能接多少。对，它其实就是你的教师资格证。哦，那考这个贵吗？不贵。你怎么想的贵？我想的是考这个难嘛，你想的是考这个贵吗？因为它也是一个投入嘛。对，这个投入其实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我觉得这个投入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你像团课的话，大概也就1000到2000块钱之间，1000到3000块钱之间吧。因为我之前了解过那个瑜伽的，瑜伽的好像很贵，就是对瑜伽的还是相对来说贵一点的，要上万，有的可能要达到上万。那通过率怎么样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要是说我上万块钱，我这个肯定能拿到，这也还好。就是这个通过率，我觉得是分因人而异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班我要卡多少通过率，我要卡多少人数，就是你只要达到了这个课程的标准，它所需要你这个60分制的这种一个概念。对，它不是60分制，就是你只要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个要求，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认证。所以还是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就是你需要尝试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就比如说你可能自己的身材啊，就是你的状态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 fit 的阶段，那可能就是对于你来说还是不能尝试的。当然你说你自己已经练得很好了，那你已经知道了一些动作的要求啊，那再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那你是很快就可以上手的。他考什么呀？他有笔试还有什么面试？没有笔试，就是我们这个团课这边的培训，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团课啊，因为私教那边的体系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团课这边的培训，就是你参加完这个培训之后，然后会在这2天的培训过程当中，然后最后会让你展示你上课的一个状态，然后当然这个在这个你展示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你的这个是否满足作为教练员的几大关键要素。比如说你的套路，就是你的整个剧本，你上的内容是不是有完全掌握，然后你的动作是不是能准确的展示出来，那你的教授是不是能够让大家能够跟上，就是考核你这些。然后如果你达到了要求 OK， 那你就可以通过了。当然具体的每一个课程它有一个每个课程不一样的要求，就是根据他自己课程的课程精髓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要求。那真的很像那种老师，就你试讲一些那种感觉。对，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他轮着去讲一遍，教一遍。对，是的。就是它是分你的课程类型去考的，对吧？对，是的。就是舞蹈的、什么瑜伽的，它都是不同的。对，是的。那比如说，我就自己觉得呀，所有的这些团课老师，尤其是这种舞蹈类的团课老师，都非常的艺，是不是在性格方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艺人会更适合之类的。其实相对来说，艺人是更合适的。我其实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这个团课教练他就是需要你能够带动大家的气氛，尤其是一些舞蹈类型的或者是训练类型的课程，你就是需要通过利用音乐啊，利用你的表现力，利用你的沟通能力，能够让这些课上得很好。所以如果我觉得对于一个艺人来说，那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容易的。当然我们其实在现在上架的一些教练里面也有很多 I 人，
但他的课程就是也很好，就是每个人，我觉得他呈现的这个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即使他是 I 人，我们这个课程它可以就是用不一样的形式展现出来，我觉得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你的同事基本上都是 E 人吗？大部分是 E 人，但也有 I 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他是一个 I 人，但他上课的时候就是很 E， 然后但是课后就变得很 I， 就是他上课的状态和平时是不一样的，会有这种。他就是在表演他的这个舞蹈，就表演一种状态，对吧？其实他自己对，因为我觉得。所以就是这也是专业上的一个体现，对，专业上的就可能是你你可能就像你是一个 I 人，但是你同样也要去做一些其他 E 的工作，那你可能就是换个状态去上班这种感觉。就像 I 人也可以做商务一样。那你身边的这些健身的同事们，对，他们都来自于什么样的行业？就是他们之前都是做什么的，或者他是学什么的？我觉得各行各业的都有吧，就是你像我身边接触到了很多各种职业的，比如说有就口腔医生的，他现在就是在医院里面做口腔医生，然后斜杠来做教练。那还有的可能是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啊。还有的，你像我们有一个教练，他也是做这个媒体相关的、采访相关的记者，然后还有的就是他是博士生，他可能他的本职是研究那个AI 的，对，然后他也是可以做教练的。我觉得身边真的是各种行业能够遇到的都有。那他们是就是兼职的多一些，还是说全职的团课教练多一些？当然这些都是兼职的，他们是斜杠青年。所以兼职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对，我们在团课里面，绝大部分很多都是兼职斜杠青年。明白了。那还有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就是这种团课教练，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挺年轻的，你觉得这种算不算也是一种吃青春饭呢？其实大家的印象里面就觉得，教练应该就是年轻的，然后有活力的，然后这种就是只适合年轻人干。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可能你就会让你一直就是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而且就不同的课程，它可能对于你的要求，你像有一些瑜伽老师啊。对，他可能要求的就是你可能年龄大一点，然后你可能上课的氛围就感觉会更好一点，这种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包括一些训练类型的老师，他可能40-50岁的状态可能和年轻人20-30是一样的那种感觉，他也有很有能量，很有激情。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主要是看整个身体的，对，看你身体的年龄，看你心态的年龄，就是看你整个人的状态，而不是真正的那个实际的年龄。明白了。那是不是你自己也会考虑，比如说你再做5年10年，那你怎么去发展？你有想过这些吗？也有想过，就是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俱乐部对于整个教练职业规划的发展还是比较清晰明确的，就是我们会给到大家不同的一些路径，包括给到我们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去向上，去往培训师，你去参加比赛，然后拿到一些行业的 title 之后，然后你往培训师路线上发展，这是一条路线。然后还有的一些就是你可以去参加一些网络上的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的俱乐部也和一些自媒体、一些新媒体账号有一些合作，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网络的健身红人，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运营相关的工作，然后包括一些课程上的，还有一些门店相关的当然还可以就是去往一些店长方向发展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俱乐部给到我们的职业规划的方向还是挺多样化，而且很明确清晰的。那你自己是未来对哪个方向你自己会觉得更感兴趣一些？我目前就是对于做培训师这个方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包括我现在其实已经是成为一个培训师的角色，就是去帮助到教练的规划，帮助教练成长，这样发展这个角色。
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定位提高一些，就是去做一些更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可能是培训去带学员，后面可能是带教练。然后，或者是你去做一个这种店长的概念，意思就是要负责你这个门店的一个所有的运营的一些工作，对吧？对，但是我目前没有做这个店长方面相关的内容。对，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针对于不同的目标，是怎么去选这些更适合自己的团课呢？你是想，比如说你想增肌啊，你想塑形了呀，你像俱乐部会有一些杠铃相关的，比如说 body pump 还有一些肌肉塑造啊这种课程，它是就你在课程名字上你就能看出来，它是帮助你可以达到一个增肌或者塑形的一个效果的。那如果你想减肥的话，那你可能要选一些有氧、心肺相关的，比如说一些 body attack 呀，还有一些舞蹈类型的课程，还有一些 great， 像这种课程呢，它更多的是有氧，然后可以帮助到你起到一个减肥、减脂的一个效果。明白，所以就是这种就高频需要这种抬腿各种各样蹦蹦跳跳的这种的，就可能更适合这种减肥的诉求。增肌的话，可能是需要加一些这个重量，举着一些东西的这种。哦，明白了。那如果是上团课的话，就是一周可能几节，他才会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呢？就是一周一次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吧？我觉得根据你自己，跟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吧。比如说你是一个健身小白的话，那可能对于你最开始来说呢，你可能有一个新手福利期，你可能就简单的一周运动到2到3次，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如果你是一个老司机的话，那可能你需要每天去练习。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就看你的整个的一个课程的，就是每天的一个消耗热量的情况。就如果你是想达到这个减脂的效果，你需要有一个热量的一个，就是你的消耗的热量要大于你的摄入的热量。对，那就是得一边上课一边饿肚子。对，这个是相对来说就饮食上面也得调整。对，饮食上面肯定是要控制。那如果说就是像这种小基数的女孩子，然后她想有一些明显的肌肉线条，那比如说咱可能得分开说吧，那个男生和女生可能不太一样，是不是？就是怎么去实现呢？这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想就是要一些明显的肌肉线条，那你肯定要做的就是力量训练，你不能只做有氧。就如果你想要瘦的话，你就是要做有氧训练。如果你想要肌肉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比如说举铁然后你上一些举铁类型相关的一些团课，这种是可以帮助到你能够做出一些肌肉线条的。最后还可以再聊一下，就是刚刚你现在对你这个整个状态和选择是不是满意的呢？我觉得，就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包括我自己现在的整个工作和我的生活，情况，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现在这个状态的。那你们比如说，做这个团课教练，因为都是自己 OK 到点了，然后我要去上课了，那就是你在工作还有社交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和其他的一些教练交朋友，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不会，因为我们就是会有刚刚提到的，就是会有一些教练内训啊，像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是有很多教练会一起见面的，包括你像，因为我现在是全职教练，我们会有开会的时候，每周都会有例会，然后还会有一些团建，像这种就是会和其他教练有过接触，因为包括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因为涉及到一些运营相关的嘛，所以我们也会有和其他教练配合磨合，的一些配合的工作的情况。我们也是要开会的，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对，我们也是要开会。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独立完成一门团课，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跟别人协作吧，就是多多少少肯定都是需要磨合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上课，其实就是带学员嘛但是你跟这个学员之间，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一般也都是还好，对吗？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一起在跳舞、一起玩的这样的一个。对，其实我觉得团课有一个很好的点，就包括现在有很多斜杠教练，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来做？其实这个课就是有很多
他自己本身的工作，他收入已经很高了，他不靠这个健身教练来赚钱，就是斜杠教练，他就是纯粹的喜欢，就是因为在这个你做这个团课教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和你的会员产生很好的一些连接，包括你在上课的沟通，那包括你像我也有很多会员，就是上课慢慢就处成朋友了，就是他就是从你的课堂当中走出来，然后到了你的生活里，包括前段时间还和我的会员一起出去玩，一起旅游。我觉得这些就是慢慢的，大家都是一个从不认识的状态，然后慢慢通过课堂当中一些交流啊，然后认识，然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让大家喜欢做团课教练这样的一个魔力的点在。哦，那这个点好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是超级 I 人嘛，就我只要下课了，然后我就好累。是 E 人怎么说？哦，我 I 了，哎了，他就是1人 I。对，我是那种100%或者就是很 E，80%以上，我从来没有过，我就是那种50%几的。对。然后我最近 I 了，我就一下课啊，好累，然后我要换衣服回家了。就是你跟其他学员有交朋友吗？没有啊，也很少有这种机会，因为大家都在那忙着练自己东西，对，忙着练自己的，然后说那可能因为你是 I 人，其实有好多 E 人，就是大家会在这个俱乐部认识自己的一起上课的小伙伴，然后交到朋友，大家一起约着上课，然后会有很多这种，对，你会接触到和你工作的这个圈子里面另外一波不一样的人，而且你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帮咱找几个嘉宾，干嘛？那我又交给你了，又是为了工作变异，那就变成了。那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啊，上团课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状态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那种小姐姐就跟我差不多，也这个瘦瘦的，然后可能一看起来就没怎么上过课，不是日常自己会健身的。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说啊，我就觉得上团课就是被迫的，就是要一直动，因为如果大家都在动，我不动我就不好意思。也是一个思路。对，因为我自己在家做那种 keep 什么的，我可能做10分钟好累，然后我开始刷手机。那儿了，对，躺在那儿刷手机。对，我也会那样。然后上团课就这样。对，这就是团课的一个魅力，就是因为你可以不光自己练，然后你周围它是一个群体，相当于是会有一个群体意识在。可能你累了，你看到你旁边的人，你看到台上的教练，大家都在很疯狂、很卖力的在打或者在跳，那你可能也就不由自主的也跟着，你可能慢慢习惯了这个环境。我觉得这也是团课就是这么有吸引力的一个点。还会有那种看起来年纪真的有点大，我的头发都白了，但是他很厉害，他比我厉害多了。所以就刚才问的那个年龄要求，其实就是有点稍微有一些对，那也可以看年龄。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教练，他应该70多了，就上的课程还能上课，对，上 BC 是阿姨还是个叔叔，一个大叔，然后前段时间 Boss 直聘还有给他做过一期采访。70岁了，70岁，70多，哇塞！希望咱们老了也能那样，得从现在开始努力。然后我觉得这一期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可能大家想到健身教练，脑子里面就是刻板印象会先想到就浑身是肌肉，然后自己练得特别好，什么那种才能去成为健身教练。但是其实像团课的话，像刚刚其实也是这个，它就是舞蹈嘛，对吧？舞蹈这种也是，就是它不是说你只能是一个就是刻板印象里面就要把自己练成一个浑身是腱子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健身达人，你才能去做健身教练。你喜欢舞蹈，然后喜欢瑜伽，然后会就有各种就是包括你自己比较有活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想想这个专业，就是对，是可以尝试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的包容性远比你在你印象当中要多得多，就包括无论从年龄啊，还有你的状态来说，其实我上团课，我也遇到过这种肉嘟嘟的老师，就是那种，就他看起来，他蹦的挺好的，对吧？就是他练得很好，他很有活力，对，是的。但是他本身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完美，那么紧实，也是有这种。所以这个考证资质，它不是只看你的，不是看你的什么肌肉含量，就不看这些，他看的还是你的状态，你是否比较适合当一个这个团课的老师。是的，明白。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的。
这里还可以再聊聊，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去做一些兼职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个预期的这种薪资范围，就大家具体能拿到多少钱呢？如果你前期做兼职的话，也看你自己上课的一个时间嘛，就是你能一个月能上多少节课，就基本上我们的课时费的话，大概就是一节课100到200这个区间之内，根据你不同的星级，然后你能拿到不一样的课时，所以也是看你自己能上多少课。但对于那种上班族来说，其实就是我又代课了，又锻炼了，还赚钱了。那兼职教练他们一般对，是的，几节课啊？有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果他做兼职，他一周一般的是能接多少的量？我们有的斜杠老师就是上的比全职老师还要多。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因为我们上课的时间基本就是大家下班的时间嘛，中午跟晚上。如果你像有的他的工作不是那么就是上班时间不是那么长的话，你像5点多下班，那他晚上完全可以上2节课。那包括周六周日中午也可以上课。那如果你做的够卷的话，你真的是很喜欢，然后你也想多上课的话，那你其实你看你算下来，你这一周7天，对吧？你即使周六周日不上课，那你这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2节课，那你都能上到一周上10节，那你一个月也能上40节课大概。哦，那一笔巨款，你心动了吗？对，也不算巨款吧，但是也作为可以。作为兼职肯定是巨款，对，而且还能锻炼是的，可以。对呀，是的，还可以锻炼身体。哦，那个培训费真的不贵，他上1周的课可能就回来了。是的，所以说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我觉得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是相对来说，在费用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有道理，太有道理。好的，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健身团课教练推荐给大家，这个职业推荐给大家。哦，还有一个小点就是，我看岗岗现在也在教那个，就是那种单独的，因为我上团课的话，我自己就是可以随便选嘛。但有一种课它叫训练营，我是选不了的，就我还得再额外再交一些费用，然后才可以上这种小班课。对，这种是不是更赚钱呀？对，这种的话，整个你的收入水平是会比较高的，因为它其实相当于是你利用这个俱乐部的场地，然后你开设自己的课，然后你和俱乐部分成，你付给俱乐部一个场地费，然后剩下的钱就是你的。哦，那这个课也是你自己编排吗？对，这个课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点，那你可以根据你的会员想要的客户的需求，你的用户的需求，然后你编排自己适合他们的课程是 OK 的。那几个人可以形成一个小团课？这个都是你来定，你一个人也可以来上。相当于那个你具体能够有多少收入，就看你自己这种招纳学生的能力。哦，就是商量。是的，是吧？哦，那这个就是一种自己的小创业。对，其实有点像类似于你自己的一个小创业的感觉。那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是的。今天确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回去我就劝劝我那些每天都去健身的同事，你们可以尝试考一下。真的可以尝试。对，你不光可以自己就是可以有一份额外的收入之外，你自己也可以保持一个训练的习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好的，今天还是收获很多的。好呀。然后我们这个每一期的惯例都是以嘉宾喜欢的一首歌来收尾的，然后刚刚也可以选一首你喜欢的歌，然后我们放在结尾。好的，那我选一首最近课程里面的一首歌吧，我还很喜欢的，叫 Who Says， 泰勒·斯威夫特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愉快的结束了，然后了解了一个新的职业。非常感谢本安老师。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